备起飞了吗？精准投资，灵活移动，一起迎接飞盘新时代。飞盘争夺赛是飞盘运动中最刺激的一个团体赛事，它结合了篮球、足球以及美式足球的一个概念。它的比赛场地是100×37公尺，上场人员是7个对7个，队伍必须经由平常的训练、默契、技巧以及合作无间，来达到团队最后能够得分的一个目标。我们的组成是因为是县市的关系，所以我们年龄层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会用假日的时间来做练习。那平常的话，我们选手会自主训练自己的传盘技巧啊，还有体能。那我们假日的话，训练团队的默契跟一些战术的配合，这样会比较有效率，比较有效果。我们除了平常每周2次的训练时间之外，我们还会另外找有空的时间一起出来传盘，然后训练一些体能的项目。然后训练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找个地方一起吃个饭，然后聊聊天，培养一下彼此的默契。1个礼拜大概有3、4天可以下课玩，然后出来丢盘，然后跑体能，然后这样过去之后，然后持续了几个月，到备赛期的时候，就会觉得跟得上大家的节奏，就比较不会这么累这样。我们都会利用固定的训练时间来培养默契，我们队友之间也会互相提醒、互相沟通场上发生的问题，然后在场下呢互相提醒，然后去做沟通，然后再培养默契。飞盘有2种拿盘的方式，一种是正手，正手的话我们会比出一个7，把你的食指跟中指扣在你的盘钩下，把你的大拇指放在你的盘线上面，然后拿到腰部的地方往前送盘出去。那另外一个是反手，反手的话我们会先比出一个5，把你的除了大拇指之外的4只手指头放在你的那个盘钩下面，然后把你的大拇指放在盘线上面，一样是拿在你的腰部的地方，然后把盘送出去就可以了。我们最常见的战术大概有2种，第一种叫 vertical， 也是俗称的 stake， 第二种是 horizontal， 就是俗称的3-4。第一种呢 vertical 主要会场上的选手排在场中央一直线，我们利用左右两边的空间，一个一个接着出来接盘传导。那3-4呢，会主要是前面排3个，后面排4个，主要会用场地前后的空间来进行传接跟攻击。全国飞盘争夺赛锦标赛，让我们一起线上捕捉瞬息万变的飞盘。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持续锁定在飞盘争夺赛锦标赛的转播现场。今天我们是透过3个平台的转播，包含 Hot Sports， 还有动之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中华民国飞盘协会的脸书粉丝团，您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带来的 Live 赛事。那紧接着要登场的比赛厉害了，是这个我们 C 组的强之争，由台北市来对上高雄市。而这2支队伍呢，目前在这个组别啊，都是拿下2胜的状态，所以呢，分组第1的位置就在这场比赛中会产生。台北市今天派出的先发7人是赖燕红、王玉涵、洪雨柔、林伟浩、胡景宏、曾建华以及曾方珍。也是有兄妹党的上场哦，而在高雄市这边呢，是李佑轩、董美秀、王崇颖、林梦伦以及其他的队友们要来。林梦伦，然后还有黄佑廷以及郑怡欣，还有卢可乔来进行这个先发的任务。很快，好，第1分诞生了。果然，我们刚刚看完2个青少年组啊，在这个公开组，哇，整个
节奏上还有稳定度就有差哈。对，由背号89号赖彦宏队长传给85号的曾方珍。方珍也是跟哥哥对一起刚对在场上哈。那台北市的队伍在上一届111年的全民运动会是拿下第3名的成绩，也曾在95年、97以99年在台北市3连霸。哇！在就是拿到全民运3连霸。那高雄市的话，曾经拿过2次的冠军，也是2连霸的队伍，所以这2支队伍其实竞争起来一定相当好看。是。而且2支队伍好像跟我们的威力教练其实都蛮有渊源的。对，就是曾经待过高雄，现在也在台北这样子。那也希望2支队伍都一起加油。所以教练看这场比赛讲评，有一点这种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好，那无论如何，就是由实力比较高的那一队会拿下胜利。那目前比赛开赛1分半左右的时间，由台北市以1比0。先旗开拿下第1分。哇哟！刚刚这片认为是没有直接到 end zone 里面，所以要敲地的重新开始。对，选手反应也很快，马上敲，哇，漂亮！得分19号队长林博勋，哇哦，很会找镜头哦，博勋。就像教练说，其实飞盘的转播算是蛮难得的，所以选手们这一次也是希望在镜头前面把自己平常练习的成果展现给亲朋好友看。对，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公开组的选手是比较放得开的对。那我也希望说，选手如果有好的表现，对我们镜头打个招呼也是不错的。有，刚刚高雄市这边的队长19号林博勋，他就很懂得找我们的 camera 上。好，现在高雄市应该是在看对手上了哪一些进攻选手，来针对每一位选手的特性来做防守的布阵。好，现在台北市打一个3 line stake， 但是其实突击后面的林伟浩，又是很快速的长传啊。对，那么基本上在2盘之内就可以送到得分区里面了。曾建华传给了林伟浩。建华也是台北市相当重要的控盘的选手。对，没错。包含从刚才上我们也有转播到一场台北市的比赛啊，他在里面的稳定军心很重要，包含很多持盘的关键是由他来送出。是。我们看到戴着渔夫帽这一位背号91号是台北市的教练黄鼎元黄教练，目前也任职于成渊高中的总务主任。现在台北市派上的是比较之前的防守组，好，看一下这些青少年的选手是不是有机会在公开组有相对好的表现啊？高雄市也送出，哇，这边找一个2人配合，这个应该是防守，哎呦，哇，这个就是被后方 follow up 的防守者给推倒了。哇，这是一个应该是不小心的，对，不小心刹不住车啊，他也不是故意的，他直线的，他以为。OK pick call。我
们看到公开组如果在得分线前面的话，应该是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哦。哇，这个传盘太快了，因为越接近的盘，如果你送的太快，其实队友也没有那么好接。对，宋维珍没有办法把这个机会转化成得分哈。那么这样子进攻权又来到了台北市的手上。好，宋维珍一个飞扑的超节影响到了江景婷的接盘。好，这边持盘者持续找队友的空档，不过这边先砍出了一个扣。我们看到高雄市这波的进攻，其实让整个场地分成两边哈，一个 stack 状况 ，OK 得分，也是背号19号林柏勋。19号的队长林柏勋，目前高雄市的2分，由他来包办。OK， 两个人其实在空中跳起来差不多旗鼓相当，不过柏勋的手有先掌握到了盘的位置，对。其实，在高雄现在有蛮多地方都还蛮适合从事飞盘运动的，是吗？对，没有错。其实高雄的选手其实慢慢的陆续在增加当中。那如果以大学队伍而言的话，目前有中山大学、对，高雄医学大学，还有像高雄师范大学，是这些学校都有我们的飞盘队。对，比较活跃的3所学校。好，高雄市的开盘。我刚才开盘的背号45号黄佑廷也是这次2024年世界锦标赛公开男子组的选手。曾建华的一个长传，又找到了林伟浩，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轻轻松松。好，两边开赛到现在，进攻各方面的节奏都打得很顺哦，包含在很多战术的部署上，也是一剑封喉这样的方式。这两片的长传，高雄市的教练以及队长可能要思考一下，是不是后面的防守交代是出了一些问题哦？不然这样让对手太容易得分的话，其实对自己的士气是有所打击的。对。背号13号的林伟浩，其实在台北市政中啊，也是在制空权方面很重要的一名，算是锋线选手，通常扮演箭头的角色。对，伟浩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他也是在台师的时候算是队伍上非常重要的要角。这个开盘的出界点比较前面哦，是，所以你看台北高雄市的选手就没有举手回到出界发盘点，而是以出界点的那个位置进行开盘哦，所以会几乎到前场的1/3左右。如果这时候选手举手了，那就会整个退回到出界发盘点，对，这样其实让进攻的距离又拉长了。你看他这样子一次就可以推进蛮多的。观察员他有示意出界的位置。对。好。一个颠倒盘。对，看一下，没问题。找到了埋伏在后面底线的队友，背号56号的潘银平。这是一个成功的战术啊！这两支队伍其实伯仲之间哦，目前都是一来一往，都互有领先，对，都是手持2胜的队伍。对对。
也是2支都是这个分组里面争抢龙头的有力竞争者。没有错。那谁拿到分组第一？交叉复赛的时候，应该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有机会再往前一个名次做晋级的。对。不过因为今天在我们这个多功能草皮的场地啊，其实观众朋友看到的是我们场地1的转播，在镜头外呢，其实还有场地2跟场地3也同时在进行。所以要结合3边的战况，我们才能得知出今天比完赛这个预赛最后的晋级状况跟胜负状况是如何。我们看双方的节奏都蛮快的，现在才刚过11分钟，已经3比3了。如果按照这样的效率，应该在22分的时候就已经达到6分，进入到中场休息了。是。我现在持盘的胡景宏刚刚出界的点虽然比较前面，但是他举手了，希望透过出界发盘点的正中央进行一个战术的设计。找到了洪宇柔，哇，洪宇柔这个出手对有点溜球啊。对。早上台北市有一片余义真的溜球是队友接到，但这片是没有的。是。送盘的品质并没有那么好，就造成一个 turnover， 这边就给了高雄市机会了。场边教练在喊推。如果听到推的情况之下，就是让进攻方往底线的方向去执行，不让他回来接。而如果听到压的话，会希望他们让进攻方可以回来接飞盘这样子。那场上的7个选手都要有一致的共识，才能让这个防守策略是可以奏效的。不过刚刚在这个人员的密集区啊，有一些争议，双方沟通好排除之后呢，比赛继续。这边被破坏掉，台北要打一个快攻吗？好，持盘者观察一下队友的相对位置。对，刚刚看到胡景荣是没有人防守的，如果没有人防守，就没有10秒钟的限制。对。胡景宏送到右路的手上，这边找寻机会。好，已经来到 end zone 的线前了。好，方针示意队友往中间去靠拢，让清空2边的空间。现在在后方控盘的是胡景宏跟曾建华2人的搭配啊。好，稍微拉开一点空间感。现在1对1盯得很紧。方针好，这边终于在几波的尝试之后，找到了队友，由7号的王玉涵完成这一次的终结工作。果然这个公开组已经在线前了，大家还是打得很沉着，不会像刚刚青少年组在线前之后就忙着想要一击必杀。对，因为其实在整个线前面的时候，我们当然都很想要赶快得分，当然，但实际上如果你太过急促的话，可能造成这个的 turnover 变成盘旋到对手手上，其实得不偿失。没错，而且你已经在线前了，代表说所有的防守员都已经压缩在那一个小空间里面了。当你在这个得分区里面挤了14个人的时候，哇，那可想而知是有多挤。对，对啊。这场北高大战节奏进行的蛮快的，在15分钟，目前2队一共拿了7分，由台北市的4分是暂时领先。我们看张恩权的发盘还是非常的远，而且角度非常大哈，可惜的就直接远过头了，见高又见远。不过呢，已经超出了场地的范围。
我想观察员刚才在对飞盘做一些这个稍微折一下。对，因为有的时候比较重的落地或是掉到水泥地上，其实飞盘会变形。对。几位小友跟我们分享，其实飞盘还蛮耐玩的，对不对？就是它的那个其实状态可以保持蛮久的。对，其实一片飞盘大概以我们比赛大概400、500块的飞盘，它可以使用的年限其实蛮长的，只要你不要很恶意的去把它摔在地板上啊，或者是在草地以外，比如像水泥地的投掷，那其实它都可以使用蛮久的这样子。张安全的一个长传，想要找朱浩庭，有没有问题？有身高上的优势。台北市的33号朱浩庭，好，在2位防守员的中间，单手右手把飞盘给抓下。朱浩庭也是来自国立清华大学的选手。今年度也有参加日本的沙滩的飞盘锦标赛。通常我们在玩飞盘，沙滩在跟草地这样2个场域的差别是什么？在沙滩飞盘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要穿袜子，因为太热了，太热了，脚到没有办法那个。对，而且我还遇过有选手的袜子被烫破的。哇，对，所以在沙滩袜子是非常重要的。是，而且跑起来的话，因为是指纯穿袜子，没有穿任何鞋子，对，跑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其实那个轻松也是很不轻松的，是那个阻力是相当大的。对，因为在沙地上就跟沙滩排球一样嘛，它一定会有一些阻力跟要维持身体平衡的这个课题。对，其实，在台湾有办过几次的沙滩飞盘，在高雄的旗津，已经在垦丁的南湾，这2个地方都有办过沙滩飞盘比赛，非常适合夏季啊。对，可是真的是太热了，真的。现在这个全球暖化的影响下，夏天的感觉让人是越来越难受。场上有一个暂停的出现哦，那双方再做一个布阵，75秒之后就会进行比赛开始。飞盘比赛的暂停只有在几个时间点。第一个是进攻方，你持盘的时候，持盘者可以喊出暂停；第二个就是在得分过后，2支队伍都可以喊暂停。喊暂停的时机是刚才像威力教练说的，而至于次数呢，则是双方在上下半场各有1次。是这次的比赛，其实每一场的比赛都有所谓的单行规则，就是否这次比赛的一些赛事的规范。这次的比赛上下半场每一队各有1次暂停，时间是75秒。我也参加过有比赛暂停1分钟的、75秒的、2分钟的都有。对，那我们都会利用这个比赛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些暂停的 set。好，那这一分是台北市在上半场最后1次开盘。2分落后的高雄市该如何把握他们的进攻机会？尽量把差距缩小，不然带着哎呀这个回传就没有沟通好，造成了一个非收波性失误，这样就让台北市的进攻权已经在自家的大门前了。如果带着3分的落后进入到中场休息，就比较有压力。没有错，所以高雄市要想尽办法，这一分一定要想办法守下来。好，一样在得分区前，应该是对，应该先发生了一个时间到的 stop call， 可是现在双方在沟通当中，帮出盘者其实
有飞盘时间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哈，找不到队友。那防守方喊了一个10秒钟的 stall call。双方确认好之后，拍盘之后从8秒开始。是，进攻权还是在台北市的手上。这边抛 OK。那虽然延后了一下，不过呢，结局没有改变，依然是由台北市这边拿下了这次进攻的把握度，带着3分的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那稍后回来，我们看一下高雄市可不可以赶快回神哦，然后呢，来遏制住台北市的进攻机会。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So high, I'm hypnotized. 好，这场快节奏的北高大战，在还不到30分钟的时候呢，就由台北市率先拿下6分，进入到休息的调整。那双方教练刚刚在短暂的交付之后，就看下半场高雄市可不可以赶快回神，然后把这个差距给缩小。因为两支队伍现在都是2胜在手，所以晋级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看谁可以拿下分组第1的位置。没错，我们现在看到刚上半场节奏非常快，所以下半场目前看起来还有大概35分钟的时间。那高雄市要追，其实还有蛮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进攻的啊。这个又是个犯规，对，防守动作比较大，被抓了一个犯规哈。对，双方如果对于这个犯规是成立的，那秒数就会从0开始，就重新计算。哇哦，这边跑出来的机会，可惜
飞盘凹赛印的角度不够大，对，将前点的箭头没有办法赶上。对，维珍确实已经跑出来，右轩也看到他了。对，但是那个传盘的角度跟速度有点过快了一些。现在持盘的是背号69号林敬维，他也是双栖的运动，他另外一个身份是桌球教练。哇，桌球教练，对他上午其实人还在宜兰玩，现在赶过来比赛了，也是很拼。对，带着女朋友跟行李跑过来了这样子。哇，台北延续了他们刚才在上半场的这个气势啊，下半场回来也是继续在拿分。对，得分的是16号杨嘉玲。嘉玲。看到杨嘉玲跟新竹市的队长徐慧婷走在一起哦，因为他们是男女朋友。我们飞盘界也是蛮多的一些情侣档。是飞盘，对，飞盘界蛮多神雕侠侣。是，这样蛮好的哦，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而且飞盘最棒的就是呢，男女是可以打这个混合组的，所以可以一起比赛。对，没错。所以，如果我们有观众朋友，他想透过飞盘运动来拓展自己的这个社交啊，威力教练可以建议他们怎么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参与这项运动？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脸书 FB 的社群，然后找到一些各地的飞盘活动的时间。其实如果你看到我们的运动时间，可以私讯给我们的小编，确认一下当天是有去飞盘活动的，那就可以直接到现场。然后我们飞盘人其实都蛮欢迎不同的形态的运动选手都一起来参与的，因为毕竟飞盘比较小众，也希望参与的人口可以越来越多。是。好，漂亮几次连续的传导，跑位上都交代得很清楚。最后由董美秀完成了 finish 的动作，可以看到他这边突然一个斜插的加速跑，把防守者给迷惑之后，拿下这个分数。对，我们看到刚刚持盘的宋维珍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跨步传盘哦，然后突破的防守者的防守动线，也终结了目前台北市的一个4-0的攻势。对，这一分很重要，要赶快把对方的气焰给压一下，自己也要追一下。飞盘运动在你得分之后就会变成是防守方，所以现在看到高雄市得分之后变成防守，这也是一个蛮公平的运动，不会因为您进攻得分之后再持续的进攻。对，所以就是一分来一分去。如果实力两支队伍比较平均的话，就会一来一往。谁先做个超节 break， 可能就会获得那场比赛胜利啊。台北市现在打一个3-4，让控盘的胡景宏跟曾建华在后场。哇哟！李佑轩一个飞扑超解没有超到，前方空位出来了，由嘉玲再拿下。不过这边先给扣吗？对，有给了一个扣。对，看一下他们怎么去协调。他扣的应该是左部，可是双方确认之后没有问题，就确认这一分是算的。OK， 好，那分数还是寄给了杨嘉玲。
咱们再看一下哈，刚才在这边想去扑就阻断，然后这里就直接顺势往前送了。我同时也叫了，对他认为燕红在接到传盘的时候，动轴心作脚有太大动了一下，整个人往前移太多了哈。不过确实，因为现在也只是预赛而已，并且两支球队都是有晋级门票的，所以一些对比赛影响度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就是让他顺顺的走完。没错，而且今天刚刚跟几位选手访谈的时候提到，因为他们8月底要到澳洲比赛世界锦标赛，哇哦！所以他们对于一些场上的一些肢体接触，他们会尽可能的避免说在国内的一个比赛受伤之后，到国外已经花了钱，但是也没有办法上场比赛。真的，我们说出国移训跟出国比赛，其实真的是要很多哇！这个又快又猛，应该直接出。哦哟！在界内滚出去，所以飞盘会回到得分线上进行进攻。刚才那个飞盘真是又快又猛，如果砸下来直接落地在底线前面就停住，哇，那真的太神了。我提到的就是，如果要在底线，如果可以停住的话，大概会传的是比较飘的飞盘，让它降下来。以刚才那个形式，哇！就整个砸出去了。好，我们刚刚回到刚才说移训的这个话题啊，教练之前有去跟澳洲那边的飞盘做一些交流吗？澳洲的话会是在其他的国际赛会有遇到，对。但是如果是在到国外比赛的话，有到新加坡、有到菲律宾比赛过，而且当时的资源坦白讲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这么丰富哈。对。那也非常感谢这些选手们的家长都愿意给他们一些资助。对。好，把握制空权有，漂亮！高雄市开始连续追分喽，得分是97号的柔乐。哇，这个往上封，那个飞盘现在的这个白色已经跟背景的天空跟融为一体了。对。所以这个当飞盘选手眼力也是要好啊。现在太阳看起来已经有被云稍微遮了一下，时不时啊，刚时不时还是会有太阳，所以其实选手在场上适应这个光影变化，也是要他们的一个考验。有的时候在夜间练习飞盘的时候，飞盘也会被灯光吃掉。对对，没错。对，因为灯光跟飞盘都一样是白色的。好，高雄市的及时回神，现在还是控制在3分差，没有进一步被台北市把伤害扩大。场上4男3女的阵容，好，双方选手都示意可以进行开盘了。好，这个开盘也是出界了，对，开出界了。好，那曾建华示意我从边线开始。我们到边线的话，都会建议选手可以把飞盘回到场中间，没错，不然那个空间太压缩，你没地方跑了已经。所以利用前后纵深，稍微把空间感拉开一些。不过现在的主要的情况还是发生在右路，看可不可以转一下。好，转移到左边一下。好，机会出来了，非常有耐性。由胡锦宏传给曾建华。对，两位很重要的控盘手在必要时刻也可以扮演得分手的角色。对，没有错。有的时候在场上都会做一些设定哈，如果大部分的对手都会把曾建华设定在控盘，当他往下做突击的时候，可能会杀得他措手不及。是，这放在美式足球，他就是属于有进攻能力的4分卫的角色。没有错。
有点像我们酋长队的 Patrick Mahomes，就是这样的类型。对，可以传，可以跑。对对对。好，诗涵的开盘。好，几波传导，看一下在得分区里的动静，这里被影响到了。好，持盘的31号张宗荣，目前也在台中就读中国医药大学。哇，这片飞盘可能出界了。越飞越偏哈。刚刚是4个人的小组配合，不断的在4个点之间做轮转，然后观察一下落侧边有没有机会。好，现在大家都塞进到得分区里面了，要注意秒数哦，要注意秒数哦。好，赶快。我们看到选手在得分线前面，虽然离得分区很近哈，可是还是相当有耐心的，一片一片的来做导传。没错。好，这边喊了一个犯规，好，秒数归零开始。好，几波传导之后，机会还是出现了，就把握住。刚刚是董美秀。刚刚这一片，董美秀也发现陈诗涵的站位有一点的偏差，所以找到一个空档机会，接到飞盘得分，这也是他本场比赛的第2分。对。双方现在就维持在3分、4分这样的差距，在交替的推进比数哦。今天在场地1，我们一共会带来7场比赛的转播，而这场北高大战是倒数第2场。哇哦，这个。看一下最后飘到哪里？哇，这里两名台北队这边发生了一个沟通上的瑕疵啊！直接，哎呦，追没有问题。刚才这个沟通上的瑕疵，直接让高雄市推进到门口，然后呢，也把握住了这一片的机会。我们看一下，夹。如果对方开盘过来，我们的导传一个小瑕疵，刚好就在对方的得分区前面，这样其实是非常的不应该的啊。对，很伤，非常伤，因为你自己的防守球员可能这个站位都还没有那么及时的情况下，
哦，这场比赛也让高雄市连追2分，目前差距缩小到只有2分差。目前下半场暂停还没有用出。时间已经差不多要快进入到下午的4点了。其实一整天的比赛下来，对于体能啊，对于这个专注力的消耗都很大。对，这场比赛也是2支队伍的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啊。所以所有的体力应该可以倾巢而出。好，一个长盘往前送，看看，哇，出界啦！哇，高雄市看可不可以把握这波进攻？是。这个旋转的角度凹塞印的不够，不然就会是一个 nice play 哦。对，尾号的长传其实是意识到了，然后燕红也跑到位，可是飞盘的角度可能有点落差。对。几乎是送到了摄影师小帐篷前方的位置。我们看高雄市的进攻队伍拉的角度比较长，对，所以找不太到人传，其他队友马上赶快跑回来接应，不然不好出手。好，透过后场2人的来回搭配，慢慢往前推，但效果似乎不是很好，可能要有第3个人回来接应。Time out。我觉得这一分对高雄市来讲是蛮关键的，因为如果得分的话，追到只剩1分差，这样对下半场的抢11分就比较有竞争性。对。而且刚才他们俩在后面这样传一传，发现好像站位上不是那么理想，就干脆喊一个 time out， 没有错，重新调整一下。因为这现在的已经到了下半场，双方的体力应该也到了一个临界点了。那不如透过这一个的暂停，让场上的7位选手都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补充个水分，把这分顺利的拿下。威教练对北高其实整个飞盘生态都很熟悉，是，所以如果台北的朋友想要体验，他们大概可以去哪一些场地去寻找这样的赛事？在礼拜1的晚上8点钟开始，在百灵桥旁边的橄榄球场，是我们都会有一个类似 pick up， 就是你自己来，我们就可以自己分队，然后进行的游戏这样子。现场也没有太多的训练，对，就是让大家开心的玩飞盘，开心玩飞盘，体验这项运动。跟他的文化，如果说是没有接触过飞盘的朋友，一来我们有很多热情的飞盘圈的朋友都会愿意教学。是。那如果观众朋友想透过更多的方式来了解飞盘的文化跟运动呢，这边也可以推荐您几个影视作品哦，包含以前在有一个飞盘纪录片叫做《Flat Ball》扁球。它其实也是把飞盘描述成一种扁扁的球啦，对，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纪录片。那包含曾经在我们台湾这个大型的运动类的综艺节目《全明星运动会》呢，也是有举办过飞盘相关的比赛。那听说今年2024年在对岸中国大陆他们会办一个这个飞盘的真人秀，叫做《飞越地平线》，好像吴尊也有参加，对，所以之后如果观众朋友喜欢看这个陆纵，然后又想对飞盘做一个结合的话，或许也可以对这档节目做一些观察。其实透过这种网红也好啦，影视作品也好啦，去快速的推广一项运动赛事是蛮好的。是，当时的全明星运动会就是找到我们飞盘界的一些选手们当他们教练，然后做一些练习，这样子也是蛮有趣的。
好，暂停结束哈，我们继续的是高雄市的进攻。哎呀！哦，前面有个偷跑的 ，OK， 反应非常快。台北的选手刚才队长赖彦宏，他刚才在发现队友完成那个超节之后，他马上就往前冲了。虽然接的有一点点踉跄，但是呢，还是没有问题，把这一分给拿下。这个的偷跑算是非常聪明哦，看到对手已经即将发生失误了，就先动了。没错，没错。有点类似在篮球场上看到队友看到快抢到防守篮板，就先往前跑。没错，没错。10比7，台北市本场比赛最后一次开盘。对，目前进行到现在的比赛内容，还是台北市这边是略胜一筹啊，看起来是稳定性看起来还是台北市比较好一些，但高雄市如果可以减少一些自己的失误，其实跟台北市还是蛮有一些竞争的。对，而且3分不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再来继续观察。台北市的防守是相当紧迫哈。这边一个颠倒盘有，场上有一个扣，对，发现一个扣了。刚才观察员手已经举起来了，好，看一下他们怎么讨论。所以场上现在确认一下，这个扣跟这个得分是不是有关联的？如果这个选手得分跟这个 pick 就阻挡是没有关系的话，那就会直接判定得分。对，分数照算。但看起来是有关联，所以双方回到上一片。那高雄就要沉住气咯。当然，心情稍微受到影响，但是已经在得分区门起。好，这边又有一个动作。好，你再回复。好，还是很沉稳哈，找到机会。所以分数不是不来，他虽然来了慢了点，但他还是最终还是完成了这个进账。对，宋维珍看到防守方已经站错位了，就找到 open side， 顺利的接到这片飞盘，拿下第8分。高雄市的第8分哦，虽迟但到，这样子就还保有悬念。高雄市在目前为止，现在第49分钟的比赛时间，只要再拿下1分，就双方就一定要抢到第11分才会结束。以我们正常的飞盘比赛，台北市应该也不会想尽办法拖完这10分钟。对啊，因为两队的都是属于快节奏型的，是拖时间对他们来说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不如就把这分顺利拿下，拿下这场比赛胜利。那如果这时候的时间可能是剩下最后1分钟、1分半，对，那或许拖时间让分数2分差结束比赛也是个方式。好，平稳的开出，看一下台北这一片关键的进攻哈。这边伸手要盘，不过追不到啦。可以刚刚看到前插往前冲的洪宇柔，跟队友示意啊，往前丢。对，确实啊，在现在的领先状况下，有这种机会出现是可以尝试一下。对，没有错。有时候你不尝试，你在比赛中
不这样做，可能因为现在是有领先分数的优势。如果说今天只有目前平手，这一片可能就是可以收一下，对，或是说再思考一下，对。确实，现在2分的领先哦，台北市是可以打得放一点的，没有问题。这个周末各个县市的飞盘，对哦，齐聚台中。哇呀，可惜了。好，几片的传球之后，来势汹汹的台北。好，给到了这场比赛的绝杀分，最终他们是以11-8拿下了这场北高大战的胜利。那我们恭喜台北市，这样就以分组的3战全胜，以分组第一晋级到明天的复赛。对，看到台北市的控盘还是相对的是稳定的，默契上面也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在拿到一些高雄市的失误之后，拉开比数，虽然最后几分还是有一些差一点被翻盘，对，但是最后还是稳稳的收到这场比赛胜利。好，那在双方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观众朋友等一下回来就会进行我们今天周六的最后一场压轴的转播赛事，由 B 组的台东县来对上云林县。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嘞回来看这场压轴比赛。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